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岳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川普宣布啊，这个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川普讲说，以色列跟伊朗啊已经是停火了。现在目前最新的进展呢，就是呢，以色列跟伊朗呢的媒体也已经宣布这个停火启动。那川普又再度发文警告说，不要违反哦，这个停火协议现在已经是生效了啊，因为他讲说，这个是上帝保佑全世界啊，因为以色列跟伊朗几乎在同一时间来找他哦，他说和平我知道时机已经来到了。那早上的发文他就是提到，恭喜各位，以色列跟伊朗已经完全同意全面停火约6个小时，那伊朗已经正式启动停火，12个小时之后，以色列也将会停火，24小时之后，世界将会为这12日战争的正式结束致敬啊。但是呢，他在 po 文之后，其实讯息非常的纷乱，因为一开始伊朗说没有这回事哦，有伊朗的一些这个外长出来讲说并没有同意这件事情，但是又有伊朗的官员说有，可是以色列又没有回应，所以就这样子讯息纷乱之下，现在总算是有一个定案了，打破沉默，以色列政府宣布同意川普的停火协议哦，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以色列的官媒也回应了这件事情，证实对于以色列实施停火，算是双方都有一个正式回应川普了，不再像这个今天上半天的时候，讯息看起来非常的纷乱。那但是以色列的官媒讲说，这个停火是川普祈求的哦。那川普说没有哦，不是这个样子哦，是那个以一同时都来找我。但是我们就退一万步来说啊，以俄乌的状况来讲，其实你看俄罗斯站在迎面上面，俄罗斯其实是并不想要停火的。那如果今天这个换位来讲，以色列占上风，你认为以色列会想停火吗？所以是不是代表说，伊朗发现这个状况，其实对伊朗其实反而比较有利，以色列跟美国反而难以阻挡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所以才必须得要来谈停火呢。这个川普急喊停火，事实上是发现美以都打不死这个伊朗，伊朗很耐打，才必须赶快来喊一下停火。因为现在看起来铁穹哦，已经拦不下所有的来自伊朗的炮弹，那是不是以色列已经快要撑不住了，才有这样的停火协议出现呢？那再来，以国的军方讲了，伊朗朝着以色列射弹，那以色列的国防军表示呢，有侦测到从伊朗朝以色列发射的飞弹。多个地区就响起了警报声。目前以色列的空军正在进行拦截必要的打击动作，来消除威胁。那这些弹道飞弹是袭击了这个贝尔谢巴的公寓大楼，也造成了3人死亡。这个袭击事件是发生在川普宣布以色列跟伊朗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哦。那这个协议啊，也是在这个等于说发生这件事情之后，现在看起来以色列跟伊朗才算是正式的停火。那不过呢，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不只是这样子的公寓大楼受损，其实南部的这个阿舍杜德，其实这个电力厂也是被飞弹给击中，所以你看起来这个以色列的受损情况的确是蛮严重的，是不是也才因为这些伊朗的强力反击，造就了这一回的停火协议？那另外我们看到了这个 CNN 主播在以色列连线的时候，这一名这个Anderson Cooper 也是这个知名的 CNN 主播啊，他其实在连线的时候是边躲边播的。我们来看看。I should just say that we're now hearing an alert, right, which is an indication that we. Right. So these are the alerts that go out on all of our phones. Bring your IFB box. Bring your IFB box. Just unplug it. Should we all go? Yeah, I think we should all get one. So again, you can hear the sirens going off. This is from the hotel. They're warning all the hotel guests to go down. 好，看起来这个情况的确是十分危急哦，就伊朗的反击十分猛烈。那以色列当然也有对于伊朗有一些这个军事动作，有发动空袭，伊朗的首都也出现了大爆炸的情况，浓烟窜天呐。那以军是向德黑兰投掷了大概超过100枚的弹药，所以其实双方在停火之前仍旧是这个一阵厮杀哦。这个双方通过这一个炸弹啊，这个飞弹。
互射空袭。那但是呢，伊朗这一回其实也是找了中俄来撑腰哦。伊朗的外长呢访问了俄罗斯，普丁也讲话了，讲说这是美国无端的侵略，俄罗斯愿意为伊朗人民提供协助。那这个大陆的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呢，也跟伊朗的大使会面。那刘斌有讲到，中方高度的关注地区局势发展，而且反对侵略伊朗的主权、安全、领土的完整，也反对激化矛盾、扩大冲突啊，愿与伊方保持沟通，来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看起来，这个中俄也都表态了，是不是也在这个时间点？中俄表态，再加上这个伊朗一阵猛攻，使得美以阵营啊，不得不赶快来谈一下停火协议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这次由以色列所发动的这种对伊朗的国家主权的侵犯，接着美国跟上也参与对伊朗国家主权的侵犯，然后伊朗被迫反击这样的一个三角的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坦白说不会有赢家。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伊朗，如果我们讲的破罐子破摔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伊朗采用的，例如说对赫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好，或者是对于国家恐怖主义的启动，或者是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的一个攻击。事实上，伊朗确实有象征性的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像卡达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但是有预先通知美国。他不是先通知美国，是先通知卡达。那卡达当然就会告诉美国，美国当然就会告诉他们的军事基地，他们的军事基地当然就会把所有的防空系统都准备好。然后果然伊朗就在于通知的时间内，然后导弹就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画面出来的时候，这个整个防空系统上来的速度很快。当然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大概是2枚到3枚打1枚，也就是说来袭的导弹。防空的一般是2到3枚去打这样的一个，不过也不会有210%的成功率了因为总共不能用加法算，不能用加法算因为只有那一位很特殊的人他会用这种方式算。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笃定？你看美国打了一堆，伊朗发射15枚，他只能够拦截到14枚应该有1枚没有拦截到，所以那1枚有掉下去，但是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伤等等的。这个已经证明了，绝对不是221了，不是210了这已经证明了。好，不管如何，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警告性的、象征性的一个报复行动。那对于美国来讲，他确实对川普，他确实会紧张、会害怕，因为他会害怕这个伊朗的这种全面性的一个攻击嘛，因为这个没有赢家嘛，但一定是就谁更输而已。为什么？因为当伊朗对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连番的攻击，我们看到以色列当然也受伤嘛，所以以色列也受伤，再加上以色列去打人家，那么整个财力啦，还有军事武器的耗损，这个也是一个损失嘛。但是伊朗的问题是出在哪里？伊朗的问题是出在于他伤得更重。所以是3输，但是伊朗更输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那3方如果没有任何一方出动地面部队，你不可能透过导弹这样子打几枚，然后对方就说我投降，我屈服了我不打了，不可能的事情，不会发生这种事。所以一定要投入地面部队，但是美国不敢投入，以色列也不敢投入。那既然都不敢投入地面部队，也无能力投入地面部队，伊朗也没有能力投入地面部队到以色列，那这样轰来轰去就没意思了嘛。再轰下去就3败俱伤，没有任何赢家。那当然有些人就在旁边嗑瓜子看嘛，看你们3败俱伤也不错嘛。但是问题就在于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油价，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好，所以一定要停止。一定要停止，那当然一定是川普启动的嘛。川普说什么？他们2个来求我，胡说八道，是你在求人家，因为人家把你的秘密讲开了，是你打电话给这个卡达的国王，你们2位先谈好，然后一个说我来负责以色列，一个说我把以色列真的不打的讯息传递给伊朗，而且要可靠、可核实的讯息。那以色列当然我们也看到昨天，其实内塔尼亚胡已经准备
给自己找下台阶了嘛。昨天内塔尼亚胡的讯息很明确，他说我们的阶段性任务已经接近完成了。也就是说，我们把伊朗的核设施摧毁了，我们把伊朗的导弹系统跟他们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一大半，我们把他们的指挥官也杀了一大半。所以呢，这些都按照我原本的军事计划做。所以他的意思也就是我的阶段性任务完成了，这难道不是就释放出讯息他不打了吗？对。那因此以色列也不打，那伊朗确定了，伊朗也需要休养生息。为什么？伊朗从原先他的导弹比他靠西边，他越打越中部，越打越东部。这代表什么？第一个，他的导弹有问题了；第二个，越来越贵，就是导弹越来越贵。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伊朗来讲，也要先暂时休息一下。目前来讲，你说永久的停火协议门都没有，但是休息一下再打很有可能。将军。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大概美国应该没有打到浓缩铀的核设施。如果以川普来他的个性来讲的话，如果这次他们评估已经将浓缩铀打掉的话，我觉得川普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宣布愿意停火。而且我觉得美国这次接受停火，几乎是近乎于羞辱的状况之下被迫停火。那我们怎么讲呢？我们先从时间点来看我们要知道，就我们台湾时间礼拜六的时候，这个川普在那边还放狠话，说2个礼拜之后我美军要下场。然后大家还在这边猜到底2个礼拜后美军会不会真的下去打？大家正在那边猜。那紧接着没想到，他不是2个礼拜，他当天晚上就动手了。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说是按照时间来看的话，川普也在说谎了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按照回过头去看的话，那时候 B2 轰炸机应该已经开始起飞了，应该离开基地已经起飞了。所以在飞机都已经出去，你在那边讲说2个礼拜，我觉得第一个是川普说谎。但是我们紧接着就看到当天晚上，就是我们台湾时间是礼拜六晚上半夜的时候，这个伊朗被这个 B2 轰炸机丢了总共这个应该是14枚的这种专利弹但是大家就要评估到底有没有打到浓缩铀有没有打到浓缩。紧接着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这个 B2 回来以后，川普马上立刻说是要让以色列跟伊朗双方停火。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是以美国他们这种作战的个性来讲，如果这次他把浓缩铀打掉，我跟你讲，他绝对不会停，他会继续用空军给你轰下去。你看他福特航母也要开过去，尼米兹也要开过去。那大军不是说动你就要动那经过多少计划、多少规划，你才能够做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赫然停止，可能他们发现是不对，对不对？如果这次浓缩铀没有打到，如果伊朗这个破罐破摔后续来讲用它的那枚所谓的集束弹的那种导弹来讲的话，那对以色列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早上开始大家接收到很多讯息都很混乱。刚开始第一个出来讲停火是谁？是川普。紧接着我们看到伊朗讲什么话，我们看到他们之前讲话你就知道，伊朗讲说我们没有任何要停火的一个协议，是他们外长讲的。然后伊朗里面还讲一句话，是后我们收到美国祈求来拜托我们来停火，这是伊朗的口气。那我们看川普讲了什么口气？川普当他的卡达空军基地被攻击之后，他说你气该消了吧，我也给你打了，对不对？你气消一消，不要再生气了这是第一次川普讲话。第二次川普讲的话是什么？这个要谢谢你通知我说你要攻击卡达。你看那川普以他那种个性，他在关税战那种多强势他居然会这么羞辱的接受停火。当然，最新的消息是伊朗把这个气真的就发了，也发现，然后在今天我们现在时间2点钟后正式宣布停火。这我后续我接着补充一句话其实这个两军交战的时候，停火之前的从宣布停火到正式停火这段时间一定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而且是孰胜孰负，就看这段时间从宣布到正式停火，谁能够在这个地方，不管是语气上面或军事运用上面占到上风。好，来请教岳老师。有3件消息是非常确定的这个大家看这个消息的时候要非常了解。第一个的话呢，前天的话呢，那个 B2 轰炸机带的那个GBU-57的专利弹不管打了多少枚，那没有打到伊朗的核子的这个提炼厂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 IAEA 已经公布，当地的这个核能量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没有任何的核污染。这个大家其实心里可以很明白也就知道这个前一天的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攻击其实是假的了。从头到尾的话呢，就是在面对以色列的压力之下，
对伊朗的话呢做了一点动作的话呢，事实上有很多人讲说，伊朗的话呢老早就得到消息，因为那个 B2 的轰炸机是从密苏里州直飞的嘛，一路上大家都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说在那个情况下，伊朗要移出去，这个问题不大。然后第二个消息是非常确定的，那以色列本身的话呢，原来的话，纳坦尼亚胡本身打仗打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都是非常非常得意啊，大家不要忘了。13号上午的时候，是以色列的偷袭，是以色列的暗杀，是以色列的侵权，是以色列的破坏伊朗的安全。伊朗没有做任何坏事啊。这个就我们这边还常常讨论，我们10大建设里面就有核能厂啊，完全和平的用途啊，伊朗不行吗？当然可以啊，大家都完全忽略了这个重点啊。以色列本身来讲的话呢，师出无名，那他现在愿意接受停火，就表示他挨不住了。中国人讲一句老话啊，对不对啊？那个什么这个光脚都不怕你穿鞋的。那伊朗的生活水准跟以色列生活怎么比啊？差10几倍都不止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超高音速导弹，只要丢了几枚到特拉维夫、到海法啊，到了以色列南部的城市的话，以色列本身来讲都受不了。以色列的纵深非常小啊，以色列基本上的话呢都不能够挨核子弹的，对不对？因为以色列打核子弹的话，就打到埃及、打到约旦去了，这都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30年来的责备啊，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为了要实现他们的大以色列主义。然后第3点的话呢，这里头出现了，今天消息已经提出来了。俄罗斯跟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到底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现象啊？那俄罗斯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他发表一件事情，就是说是那个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啊，这个赫梅尼耶的话，你要杀了他的话呢，那基本上这问题就非常大。那中国本身来讲不动声色，只是不断，但是中国做了2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他已经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大使啊，就是表达这个。这慰问之意啊，虽然是刘冰啊，只是属于助理啊，就是故意这个层级上来讲没有说是对等的。那第2件事情的话呢，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谴责以色列侵略哦。那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做联合国5常国家，现在是唯一赞成世界和平。像我自己平常在教这个伦理学的人，都会感觉到，如果说川普有一点价值的话，那我书不用教了。那基本上完全靠谎言了，靠虚构自己的编的事实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你还要教什么书呢？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公理正义站在哪一方？打仗不是光靠武器啊，打仗也要靠士气，士气就来自于你有没有属于公理正义的这一方，这个叫义战啊，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这个其实伊朗呢这一波的报复也让美军的基地不少地方遭到了轰炸，包含了叙利亚、伊拉克跟卡达3处的美军基地其实都被轰炸到了。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叙利亚这边，他们的这个军事基地遭到攻击，但是有没有具体的伤亡呢？这些消息目前还没有太明确。伊拉克的美军基地也是被袭击了，这个是在美国空军基地塔吉营遭到了无人机和火箭弹的袭击这已经是伊拉克美军基地第2次遭到袭击了。另外呢，卡达这边乌代德空军基地同样也是被伊朗的飞弹攻击这是伊朗国营的电视台就宣布了，为了要报复美国的轰炸呢，他们就是在这个美军的乌代德基地发射了总共19枚的导弹那白宫附近的这个大楼楼顶也部署了防空导弹的这些发射装置就是以防万一就是全面的警戒。因此呢，这个其实也是在伊朗这一波的反击之下，是不是美国觉得苗头不对这一次的这个等于说反击非常的猛烈，赶紧来谈这个促成和谈的发生。那再来看看这个白宫的官员讲说，目前初步研判，伊朗的飞弹攻击其实并没有击中目标，但是川普不排除必要时刻会升级美国的军事参与。但是现在看起来可能这可能性是大幅降低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和谈了嘛。那川普也说，感谢伊朗是有先通知的，在空袭之前是有先让他们知道这些讯号的。伊朗发射的14枚导弹有13枚被拦截，其中1枚向
不具威胁的方向，所以他们就没有予以拦截了。那他们还要不断的就是这个酸一两句伊朗，就说啊，伊朗的回应非常弱啊，没有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就被网友给说这个川普的嘴骗人的鬼啊，这时候还要觉得自己要给自己留点颜面吗？但是为什么要急着来停火呢？其实的确如果这边中东的战争爆发的话，恐怕会影响到的就是油价。荷姆斯海峡万一一旦封的话，那恐怕油价要飙破100元哦，这是川普非常不乐见的状况。因为如果油价上涨，可能全球这个通膨也会相互影响了。而且布兰特原油的价格其实也已经涨破了$80，但是传出现在停火协议的时候，油价是赶快的这个下修了一番。那川普也是感谢这个伊朗精心策划的攻击哦，现在市场的恐惧跟贪婪指数已经好像现在转为了贪婪哦，看起来好像不再那么的恐惧。另外呢，我们看看川普有在呼吁这个川普投顾又再度上线啦，说大家给我压低油价。现在的确啦，这个油价已经有稍微在下修一些哦。他说这个不乐见这个油价继续往上涨，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抑制油价。就在这个停火协议还没有谈成之前，不断在喊话那再来就是有可能继续这一场战争的话，中国大陆有可能会出手。所以我们看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公司行政总裁。他讲到啦，为什么中国大陆会受影响？其实中国大陆的全球能源领域投资占了1/3。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已经这个成为主要能源的出口国了。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对于中国大陆的能源这个会影响到这个荷姆兹海峡，会直接影响到像是亚洲地区，中国大陆是首当其冲所以现在看起来，北京方面也是支持态度受到2个因素影响，在这个地区有限的斡旋影响力以及石油要道的受阻那这个美国受创可能会比中国大陆更严重。那但是呢，北京也是关心如果伊朗的石油供应跟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航道安全受到影响的话，北京大概有1半的石油是仰赖这条航线的，所以因此就是会产生相对应的影响，所以中国大陆才会赶快这个也参与了一些可能是背后的一些喊话或斡旋那目前伊朗的议会呢，他们通过了关闭荷姆兹海峡这个决议，大陆外交部是赶快出来呼吁说要冲突降级，所幸现在已经是出现了这个停火的协议只是呢，这个如果美国也不出来这个做一些调停的话，这个状况是不是可能会再进一步升级？这是原本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情形。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美国川普采用这种欺敌术那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么直接说谎，直接欺骗，这个跟军事战术上的欺敌不太一样他说我们2个礼拜后，这2个礼拜我们争取一些外交斡旋的空间，所以我2个礼拜后我再决定我要不要参与。结果第2天他就打了那打了以后，当然在全世界他的信用破产了，这是一个部分，这对美国很伤。但是伊朗的怒火一定要让它发泄，所以不管对于叙利亚的美军基地，或者伊拉克，还有就是在卡达的美军基地，伊朗它势必一定要摆出一个姿态，就是它一定要反击，不然的话，它的领导阶层没有办法对他的人民交代，所以他反击了。可是那个反击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比较大，而且很苍白无力，特别是在于叙利亚跟伊拉克。伊朗的民兵组织不是没有实力的，但是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用一些火箭弹它本身没有造成大的伤害它的弹头那么小，怎么能够造成一个空军或是一个大规模的大型的军事基地的伤害都没有，人员都没有人受伤，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是一个摆出一个姿态而已。那对美国人来讲说，好了，你也发泄了，气也发泄完了，可以了那我们就坐下来谈吧。那为什么这个川普他很急要赶快坐下来谈？他知道如果说因为伊朗的一些动作已经完成，他们是可以封锁赫尔木兹海峡，因为议会已经通过了，所以只要国家安全会议决议，那国家安全会议基本上来讲，它的权力就限缩在更少的领导人手中了。
也有可能哈梅内伊就一个人就能够做决定了，啊，也可能一个国家的一个总统，他可能几个他们的部长都同意，他们可能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它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一旦这个海峡封锁，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世界会造成影响，对大陆也会造成影响，对于全世界都会造成影响。这个可能就知识体大了。所以我觉得伊朗在处理这个部分，他也很谨慎，拿捏的也很再三考虑，也要看看这些大国的一个看法跟意见。但是对于川普来说的话，他总怕万一一旦封锁，那油价是势必高涨，油价一涨，物价绝对涨。物价一涨，联准会绝对不会在7月降息，保证，甚至9月都不见得会降息。那联准会不降息，川普的政府的债信危机绝对会发生，因为已经很多人都在做警告了。那也就是说，川普的政府每一个月在付这个利息的债很高，那如果他在公债卖不好，然后他又没有钱去还债，他的债务危机一爆发，这个对于美国的信用、美国的美元的，还有美国的整个债市一旦崩解的话，这个对美国的伤害才大，这才是大炸弹了。但是很明显的，俄国跟中国大陆的态度也很明白，跟欧盟的态度其实是比较一致。也就是说，政治上谴责，但是力道上最强的是中俄，接着在实质上来讲，还是回到现实主义，就是节制。不要再让事态扩大。来请教苑老师。我稍微谈一下这个中国的态度啊，因为这个其实讲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中国面对这一场这个有关于以色列偷袭这个伊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做了几件事情，让大家非常非常值得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必须坦白讲。现在整个世界，我个人认为，这场这个以色列偷袭伊朗的过程当中，其实严格讲起来，到了最终，大家会发现，它其实还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啊！你的消息当中也是指向这个方向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呢，目前为止中国的态度，大家知道我们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的话呢，受到影响的固然中国很大，但是韩国、日本、台湾也一样受到影响。那这个地方呢，对美国来讲的话呢，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区域啊，这个是有影响。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反过来想，如果美国跟以色列原来按照计划实现成功的话，那美国也会控制荷姆斯海峡。在那种情况下的话，那么纳坦雅胡已经讲了，他接下来的话呢，伊朗之后的话呢，他的目标就是巴基斯坦。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会发觉说，以色列的野心是非常大的。那我觉得目前为止的话呢，伊朗的话呢，就是说是受到了中国某种程度的支持。这个支持是3方面的哈。第一个在国际社群里面，中国跟俄罗斯的联手啊，在这个话语上来讲提出警告的支持。然后第二个支持的话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中国跟巴基斯坦交界，巴基斯坦跟伊朗交界，然后的话呢，从新疆坐火车的话呢，那个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就是伊朗的这个导弹发射到以色列的话，没有减少哦，继续增加，而且事先的话呢，按照13号以色列的做法上来讲，是应该要把伊朗打趴的啊，对不对？他们军事将领啊，然后这个核能专家，通通都当场被杀掉啊。那么事实上的话呢，伊朗没有打败，而且还找到了一个消耗战的一个方向啊，论持久战啊，所以说大家现在都很流行谈论持久战。那这个第二部分是非常特殊的。然后第3个部分的话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不晓得是国防部长还是参谋总长的话呢，莫名其妙的突然就在2天前被这个川普请到白宫去吃饭了，所以据说是烤全羊啊。那巴基斯坦的话吓了一跳，那个其他的话呢，像这个乌克兰的泽连斯基都没有这个机会到白宫去吃饭。那为什么要特别拉住巴基斯坦呢？因为这里面会想到，就是说巴基斯坦的话呢，会不会提供武器啊？会不会提供这个做导弹的原料啊？这一些给这个伊朗嘛，对不对？所以说在这当中的话呢，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新闻呢确实是达到一个很难加以信任的过程。因为大家平常新闻的来源的话呢，基本上我自己用看的话呢，都会有明显的在偏向以色列。但是的话呢，就是说用整体来讲，用这个区域的进行分析的话呢，中国的立场加上俄罗斯的立场，可能会是未来的走向比较值得观察的地方了。好，请教将军。其实我觉得
这个川普他想要拿的是诺贝尔和平奖哈，但是看出来他现在来讲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机会可能比较大，因为他真的很会演戏。那整个过程之中，他要不然就是扮演这个和平扮演的角色，要不然就是放狠话、撂狠话，要不然就是欺骗者的角色哈。2个礼拜以后开打，就当天晚上就动手。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是他讲的话哈，现在来讲已经失去他的信用。原来这个美军昨天攻击这个伊朗之后啊，就是炸弹丢下去之后，我那时候这个研判，我想说。以伊朗来讲的话，他应该不会对美军这个基地来实施攻击哈，因为如果说你对美军，你导弹数量有限嘛，你将你现在珍贵的有限数量去攻击美军来讲的话，你达不到任何作战的效果，反而会让美军加大对你的攻势，对你是不利的。你还不如将这些资源有限的导弹去主要对付以色列。但是昨天我觉得，奇怪。这个伊朗还真的去打美军的基地，那时候我有点讶异，我觉得伊朗这个战略错误，战略的决定应该是错误的，他不应该到处树敌，结果果然没错哈。这个隔不到几个小时之后，然后两边就宣布停战，可见的这次这个，而且打的时候他还先通知这个美国川普，川普自己还证实说他有打电话跟我讲，他要打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哈，这个不只是我们台湾，我们世人来讲，就是看川普跟他们这些人在演一场戏，但是很遗憾的哈。你们这些全球的政界的高层，你们在那边高来高去，在那边演戏，但是底下的庶民是受害者。我们不管看到加沙，或者看到伊朗，或者甚至于这个以色列自己本身，一般的基层民众，他们每天生活在这种惊慌的这种炮火底下，其实他们是非常不安，也非常的紧张。那你说讲到荷姆兹海峡，其实我个人认为说是这个要封锁荷姆兹海峡是可能性不高。就这个地理上面来讲的话，它虽然宽只有大概20英里左右，但是它有一半的水域是属于这个阿曼的。那你去封锁，你不能去封锁人家阿曼的水域啊，阿曼会跟你抗议啊。这第二个来讲的话，你封锁之后，你是不是你是会造成全球的通货膨胀、石油的涨价？但是相对的，波斯湾地区里面这些国家的军人的这种石油，它也卖不出去，它也卖不到钱，所以说你反而会得罪你们穆斯林兄弟。那美军之所以你看他这个第5舰队就摆在哪里？摆在巴林。大家如果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就整个波斯湾有个凸出来一个这个湾里面有个凸出来，那个角就是卡达哈，卡达旁边有一个小岛，那就是巴林，也就是他这个第5舰队的位置，还有他中央司令部位置在那里。那凸出来那一块就是卡达，也就是他这次去攻击乌代尔的空军基地。那美国因为以前他就认为说是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敢动我军力实在太强了，所以我可以摆在整个波斯湾的正中央的位置来威吓整个地方控制整个地方的不管是货轮或者是轮船的输入或军事的规则，我就摆在正中央位置。但是这次来讲，你在这个地方现在局势有所改变，因为现在武器用的都是无人机或者导弹这种攻击，我觉得这场战争打下来的话，美国自己要考虑，你现在来讲，每天被担心说是你在中东地区的基地，你会不会被打击？那你现在摆在这边，以无人机或导弹来讲的话，对你这些巴林或者是乌代尔空军基地，我们看这次来讲就看得出来是在他们的打击能力方面，以前可能打不到，但是现在真的会打得到。所以美军我觉得他应该要修正他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的一个规划。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现在全球也是在反川啊。对于美国这一次怎么缴获进来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这个纷争甚至还出手打了伊朗现在全世界遍地开花那我们来看看这些相关的画面，在美国白宫前面也是聚集了示威人士认为说这次根本就是以色列先攻击了伊朗，开启了这一场战争嘛。在雅典这边也有这个示威者手持烟雾弹聚集在美国驻雅典大使
馆前。那同样的，这个希腊使馆外头也有很多抗议的群众。那法国这边也在说啊，川普今天轰炸了伊朗啊，现在他们还要呼吁和平谈判，他怎么可以讲出这种话？是你先轰炸的耶，然后再说你要谈和，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哦？那伊朗也是非常愤怒哦，甚至还怒骂说川普是最肮脏的。伊朗人士上街抗议核设施遭到袭击哦，也是觉得要来报复美军。因此你看起来这一番这个全球遍地开花，也反映出来大家对于这个美国过去主宰全世界这样的霸权已经开始出现了动摇的讯号啊。那再来看到了这个德意他们这个两国已经是要打算从纽约把一些黄金搬走了。德国的前保守派议员呢，他有提到，我们必须要正视一个问题：过去10年将黄金储存在海外，是不是变得更安全、更稳定？还是说现在地缘政治风险已经让世界更加不稳定了？应该赶快把我们的黄金给搬回来哦。那意大利的经济评论员也是提到了，目前这个意大利有43%的黄金储备留在不可靠的川普政府手中哦，这对于国家利益来说非常危险。因此，很多这个欧洲国家已经传出了这样的声音，就是要把这些黄金从纽约搬回来。那再来看到了中美之间的经济交锋哦，其实你看今天这个讯号也让大家觉得哦，这是不是代表这个川普的晶片战出现了一些警讯？因为黄仁勋哦已经连续2天出脱辉达10万股，套现了1440万美元，是不是代表说这个已经高点到了要获利了结，或者是说接下来恐怕因应这个晶片战没有办法进入到中国大陆的市场，或者是受损哦，他们的这些营收，所以必须要在高点来套利呢。那还有陆版的辉达也是强势崛起哦，看起来这个48岁的创办人，目前这一家叫做摩尔县城哦，那已经成功挂牌上市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陆 GPU 第一股。对于辉达来说是一个重大警讯哦。黄仁勋也曾经讲，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晶片出口管制是一项错误，而且对于辉达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看，现在陆版的辉达都已经挂牌了，还有咖啡同样也是这个情形哦。大陆的星巴克啊，已经在这个瑞幸的还有很多大陆的品牌夹杀之下，现在已经打算要卖了吗？传出这个消息哦。现在目前估值是1800亿，有一些这些算是资本哦，可能已经看准了要来接手。不过你看这个瑞幸反倒是反攻美国，去到了美国，打算在6月底要来开幕第1家分店哦。因此这个咖啡市场也出现了这个中美角力。货币的话，富爸爸这个曾经跟川普一起出书的这个穷爸爸富爸爸的这个作者罗伯特清崎，他在讲接下来如果你还相信美元，你就是鲁蛇哦，会成为输家，所以他也不看好美元呐。再加上最近我们不是看到了大陆的央行总裁潘功胜哦，也提到人民币已经成为了全球第2大贸易融资货币以及第3大的支付货币哦。他说，因为呢看到了美元在地缘政治冲突的时候已经变得工具化跟武器化，所以越来越多人是不愿意去使用美元呐，因为个别的成员国奉行单边主义，使得大家对于美元的信心越来越不够了。还有呢，这个美国的媒体现在对于美国好像也不是太有信心哦。你看福斯讲了，如果面对中国，美国没有足够的战机哦，是这个看起来是没有办法执行任务，因为这次的午夜之锤出动了7架 B2 轰炸机去突袭伊朗的核子设施。可是如果对于中国大陆展开类似的任务，其实美国是没有足够的战机的。那中国大陆呢，还有这个消息，就是他们现在目前大陆的研究团队讲说，成功开发了一款6G 技术驱动的新型电战系统哦，这就是要剑指美军的 F-35。甚至美国的官员讲说 ，DeepSeek 跟大陆的军方还有共享资料，所以他们现在对于大陆的军事崛起也是很忧心，对于美国造成了一些威胁嘛。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2003年小布希美国总统去侵略伊拉克的时候啊，其实他在欧洲也引起了很多的抗议潮。那现在20几年后，川普跟以色列去欺负侵略伊朗，当然也会引起抗议潮。因为欧洲的一些民众再怎么样，不会像台湾有一些很奇怪颜色的那种群众
对美国的胡作非为都觉得是合理的、正当的啊，不会到那么不讲道理、不明是非啊、不讲公义的一个程度，不会，他们还是讲一些道理的，不会像台湾的一些人从来不讲道理啊。那你就可以看到差别很大。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其实它现在的国际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所以美国现在越来越只能依靠的就是威胁、再威胁，不管是用关税来威胁你，用科技来威胁你，要不就是用军事来威胁你。美国现在已经不具备有强大的影响力了，它只能够用威胁、胁迫你的方法，让你因为感觉到恐惧。不够勇敢的人就会害怕，就会往后退，然后就跪地求饶。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等于是国际地球村里面的一个横行霸道的一个恶霸。可是这个恶霸其实有人能够治他，大家都知道，治这个恶霸最强而有力的人就是中国大陆了。所以连美国自己的在分析实力的时候，也都觉得说，能够治恶霸的大概就中国了。因为如果美国这个恶霸要挑中国来单挑，你要打一场长期的战争，美国没有任何胜算。坦白说，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第一个，美国的军人怕死，那跟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军人，他是为国家的使命而战，跟美国的军人是为了拿薪水而战是不一样的。职业军人基本上就是看钱来打仗。义务役的军人基本上来讲，他是为这个国家的安全生存来战争，这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单打意志战，美国没有赢面。美国通常2次大战以后，你看他通常其实连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通常都是趁着德国已经打得累了，他才出兵。在亚洲战场，趁着中国把这个日本消耗到日本已经精疲力尽了，美国才出兵。当日军的一开始作战的时候，你看麦克阿瑟被打得多惨啊，落荒而逃啊，溜走啊。但是等到日本已经被中国大陆拖得一塌糊涂，累得一塌糊涂，是美国出兵了。2次大战以后，美国打的都是小国、弱国、穷国，他不敢跟他对等的强国打。他今天怎么敢跟中国大陆打？那是虚张声势。我已经在这个节目讲了1、2年了，那个都是假的。美国根本不会打仗，美国根本也没有办法跟中国打仗。美国的国防工业体系根本也打不了跟中国的这种长久战争。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在迷信美国说什么我要顶1个月，还有一个人在讲说我要顶1个月啊，被我们另外一个将军嘲笑啊，就是他还是说我们要顶1个月，美国就会来，顶了1年也不会来啊，更何况不到1个月就结束了吧？好，请教苑老师。我讲一些比较现实的东西哈，讲到美元的地位啊。这个罗伯特清崎的这个观点呢，在目前为止，大家不要误信谗言要搞清楚啊，美元有今天这个地位啊，其实第一个长期来讲历史的因素啊，美元之所以称之为霸权呢，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因为这个最主要的话呢，因为就有关于你手上的这个钱，很多人啊，有的换成日币啊，换成美元什么的，这大家经常啊，连我都不例外，我们相信在座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啊。我觉得清崎讲的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不是现在哈。那美元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有历史的因素。大家对美元来讲的话呢，对美国式的生活水准，虽然美国是处于堕落阶段，是处于衰败阶段，但是它并不是真的就是马上啊要叫你来做决定的。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这个因素非常重要啊，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啊，叫做 Scott Bessent 啊。他这个基本观念的话呢，大家前一阵子的话呢，马斯克已经不见了，纳瓦罗也不见了，现在都是听贝森特的。贝森特他基本上是相信美元是要维持一个高美元的这种地位的啊，就他是基本上是有这种态度。然后他要做到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不难，因为实际上来讲，美国的生活水准的话呢，就是美债的问题，其实大家一般来讲会觉得说欠债欠久了总不是办法，但是美元非常特殊，联准会的话呢，欠债的方式跟大家一般是想法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的话呢，就是大家要了解，这个美元是美国的这个帝国瓦解的一个主要的象征啊。那它这个时间会很长，而且发展的过程是渐巨值的。就是我们因为来讲，我们透过新闻来谈这个货币的时候，总是用新闻的这种快速的方式来谈货币啊。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货币本身来讲是有非常多层面的保护的啊。那么美国本身来讲也是在不断的在保护它的方面嘛，对不对？没有美国有人的话呢，就恢复到金本位的制度啊，然后联准会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国会通过取消它的这个负债的上限啊。另外，美国本身的话呢，目前为止的话呢，发行了这个 Genius 稳定币。啊，那这些做事情的话呢，都是为了这个以美国最强烈的财经手段来进行这种分配的。那大家有很多人呢，因为我们在新闻里面呢喜欢强调，就是美国的这种货币的问题啊，如果美国一垮了啊，美元就垮了。对于这个美元垮不垮的问题，跟美国垮不垮的问题，其实虽然说是一体之两面，但是我觉得美元支撑了美国的霸权，而美国的霸权也支撑了美元。他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循环，至于说这个循环是不是良性循环，美国人方面是非常希望把它搞成良性循环啊。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我们前面聊了很多的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冲突，假如说这一场战争美国跟以色列获胜的话，那他就控制了整个中东的石油，那美元的地位的话，再加上稳定币啊，再加上石油美元啊，再加上金本位制度啊，那就反而非常巩固的。好，陈军。我们讲说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武器神器6G 的电战神器可以瘫痪 F-35那它会不会过于吹牛？我们从这次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里面，以色列一直认为他摩萨德将这个伊朗摸得很清楚，情报渗透得很清楚，但是后来他发现，等到正式开打之后，其实伊朗有很多这个莫名其妙他们没有预估到的导弹都出来了，譬如说这次来讲穿破他的这种防空火网的尼什导弹，然后后来有霍拉姆沙赫尔式的这款导弹，我觉得都是因为以前都没有预料到，就突然这些导弹都出来，战时候他才会拿出来。那你现在认为说是解放军这个是不是吹牛，还是真的有？真的是美国不要太过于说，这篇报道只是可能就真的有这种东西。譬如说是我们讲歼36，大家都想说6代机那好像还很遥远，哪一天他就给你横空出世了，不但出来一架歼36，还给你出来一架歼50，都是6代机。尤其是我们讲歼36好了，这次来讲我们很热门的这 B2 轰炸机，你知道它多长吗？它总共可以带2枚那种导弹，它的长度是21公尺。你知道歼36有多长吗？歼36是24公尺，比它还长3公尺，也就是它肚子里面能够装的导弹比它还多3公尺出来。所以大陆到底有多少黑科技现在很难去预判研判。那据我认为说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我们台湾来讲，料理从宽的立场来看的话，你真的要宁可信其有。这个尤其是说我现在知道的它还有什么非核电磁战。它一发跟导弹一样打出一个爆炸，它不是核子爆炸，但是产出了那种电磁波的毁伤效果，可以将你所有舰艇、这个战机所有的这种晶片全部将你摧毁。那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们不知道那另外来讲，它还有号称它的雷达，现在以前我们讲说是氮化镓嘛它现在听说是碳化系新款雷达，它可以承受更高的温度，然后侦测距离可以更远，甚至于它的米波雷达都可以侦测到所谓的隐形战机都可以侦测到。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击落。这是 B2 轰炸机它如果飞进去的话，我们会讲说它有没有能力让解放军发现。所以这次你也看 B2 轰炸机，它进去轰炸伊朗，它是晚上发动攻击，因为它漆成黑色的嘛，它肉眼还是看得到，不是真的隐身，它是雷达上面看得到，肉眼看不到。但如果说是解放军，它的地面上面的米波雷达可以先发现有这么一款这个飞机过来的话，它用战机上面有肉眼，这个飞员肉眼就可以看得到你们，或者红外线夜间也可以看得到你。所以美国这款战机可不可以进去？我觉得敢不敢深入到大陆内陆去打击，那很可能进得去，会出不来，因为他用他战机就可以将你击落。